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标 V， 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相信呢，在座的各位都已经想看这辆车很久了，它就是 Hyundai Elantra Sport。对了，这个就是当年推出的时候呢，它的竞争对手直接啦就是打 Civic 的啦。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车主 Ken， 你好。嗨 ，Hello。感谢你邀请我试驾你的车，因为这辆车我其实很多人期待了的。OK。然后想买的人哦，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比较难找，因为这辆车本身当年新车的时候都比较少人买，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冲去买 Civic， 因为要骗别买。然后这辆车其实它一出的时候啊，它的这个价钱、配置跟它的动力啊，真的是很吸引人的啊，直接就是要干 Civic 的，1 to 1要干它。对啊，它所有的配备我都觉得它都可以干 Civic， 除了一个它输给 Civic， 就是它不是电子手刹，它是传统的这个手刹。其实对我来讲，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驾久了车我还是喜欢传统的这样拉一下，那个比较方便。maintenance 低多少年了啊？这辆车？18年走了。所以现在买车还可以借多一个大概9年，一辆车可以借15年嘛。如果你们看了这个影片有兴趣的话，它其实想要 upgrade 了，想要卖。至于卖多少钱，你们可以自己私底下联系他的 IG 啦，来找我，去找他去看车。最后一个回忆在我这个频道吧。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当时推出这款 Elantra， 车身代号为 AAD， 它是有推出 2.0 版本的自然吸气，最高的就是卖的这个 1.6T Turbo， 这个价钱卖着131千，想当年新车啦哈。基本上买 2.0 NA 的比较少啦，这个 1.6T 的版本呢，基本上应该是买光了的。可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车辆都不多。2.0 NA 呢跟1.6 Turbo 的样子都非常的像，可是你很明显看得出 Elantra Sport 的1.6 Turbo 那个，它整个样子都是长得比较运动化一点哈。它是有一个无钥匙进入的，没有错。它是这个整个钥匙哦，它这个是原装颜色哈，它现在 chocolate 色这样哦，很特别，很漂亮。整个钥匙都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这样子。它是没有 touch sensor， 如果你比起竞争对手 Civic 啦，它肯定是 touch sensor 的。这里有个灯对吧？所以就是晚上会照着那个 door handles 啊，手把这边呢。哎，只有在这边有哦，那个灯。只是 passenger 还有 driver 有而已。哦 ，OK， 所以就看了比较高级一点的感觉啦，像 OC 车这样。来到里面呢，这里的座位呢就是皮革的，然后这里写的 Sport， 所以好像 semi bucket 这样，带电动调节的哈，8项的，腿部空间还有扩展。Elantra Sport 的仪表呢，你会看到0是在下面的，时速呢是260 km/h 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长机 touchscreen， 没有错 ，Hyundai 的长机界面就是普普通通，功能也是普普通通的，冷气控制啊，这里还有一个空间可以放 USB auxiliary， 这个是排档杆，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还有的用手动模式，还有这个换挡拨片 ，Parking sensor off。驾驶模式有 Eco、Normal 还有 Sport， 等一下我们试一下啦。这个传统手刹2个置备架，还有一个手扶箱，没有的扩展哈。那这个方向盘呢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可以拉得非常的后面的，坐姿可以做得非常的低，就像竞争对手 Civic 一样啦。打开头灯，还有Light， 这边还有循迹系统关闭，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还有就是它的调整亮度啊，还有这个头灯的高低啊。
fuse box， 打开车盖 ，aluminium pedals 啦，都说是 sport 了的，所以整辆车都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只有这个一个窗是一键上下哈。OK， 这个就是 auto folding。韩国车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很多这些 button 啊，久了都会好像有点早钝了的哈，所以都是可以替换的，都不用怕没有这个。parts 啦，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这里大概剩下一个拳头，头顶上大概剩下一个拳头。那整个空间来讲，它肯定是比 Civic 小一点的。可是呢，它的整个坐感上面哦，它的腰部这边非常有支撑，坐包都不会太硬，刚刚好，不会像欧系车这样啦。然后后面有这个冷气出风口，还有一个中央扶手，至少它比起竞争对手 Civic， 它是吊在中间的，所以我左右手都是可以对称，比较舒服一点啦。中间呢没有达到真的是平的啊，这里会凸出来一点点。后面的车尾灯是非常有辨识度的，3个 C。那这个后尾箱呢就有加了一个 M， 所以你用了多少钱来改这个音响啊？差不多1 2吧。哦，就是为了要听音乐哈。动力上是没有升级啦。没有。后面就放了很多东西啦，包括我的 bag 啊哈。后面有备胎，然后后面就有一个。2支的排气管，真的排气管哦。方向灯还是普速灯泡啊。原装的车呢是大概不到3根手指的高度啊，也是17寸。车主就换上了一个轮圈，那这个轮胎的尺寸为225/45R17，用着 Bridgestone 的 Torrenza T005的轮胎。这是第一次我接触这个轮胎啊，不懂性能怎么样呢？然后后面有一个刹车卡钳呢，前面呢大概是3根手指的高度，也是一样225/4517寸。前面有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都是原装。这个是 LED 的哈，我很少买白色，不是这辆车。通常我看到都是买那个当年主打像黄色又像金色这样。对，还有黄色和金色，还有一个蓝色。对。它整个关门的感觉呢，都不像 Serato 那种的感觉，它更加的扎实一点的这辆车。那以前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我坐 Grab Car 去机场的时候，当时的 Elantra Sport 还很新哦。Grab Car 司机就拿那辆车载我去机场，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舍得用，因为他为了要供车，所以早早起来坐 Grab Car 然后再去上班。所以我对他印象就是全部内饰的灯哦都是冰蓝色的，很好看。还有就是那个仪表非常的 sport 哦。还有一个放眼镜的，哇，我看到一点哦，这里有一个灯之外。这里还可以扩展出来挡太阳，那边也是一样。哇哦，小细节呀，真的是小细节。前面有一个鱼眼的头灯，前面的方向灯也是一样普速灯泡。它这个 daylight 就是会暗掉一点的哈。这副引擎呢，代号为 Gamma 2的一个1.6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啦。它可以产生204匹马力，还有265个牛顿米的扭力。它比起 Civic 呢多了一个31 PS， 还有45个牛顿米的扭力啊，很明显它动力是比较强大一点。而且0到100呢为7.7秒，还是比 Civic 的8.2秒来的更加出色的啊。那它配搭的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这个双离合是 dry 的吗？是吗？是 dry clutch 哦，所以动力更加的直接。可是就很多人怕 dry clutch 这个东西，赛车的时候还是要用 manual mode。我们去试驾。这么多年来没有扎波气，买回去把那个气喷美美，这辆车又是一条好汉。对哦，这个车的动力204匹呢，它其实是跟外国有一个版本叫 Civic Si。Civic Si 是在于普通的 Civic 跟 Civic Type R 的之间，它动力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哦。可是马来西亚就没有卖，所以这辆车一出的时候呢，它就是哇，好像比 Civic 更加的值得哦。可是还是一大堆人走去买 Civic FC 啊。其实 Civic FC 只是输在它是 CVT 的变速箱，这辆车赢在就是一个 DCT 双离合啊。前面的悬吊设置为麦花臣，后面是为多连杆。只有你买到 Elantra Sport 才是多连杆哦，普通的2.0版本 NA 呢是没有的，它是Torsion Beam来的啊。OK， 那我们就去试驾咯。OK， 这个起步比我想象中顺很多哦。这个刹车踩下去都蛮敏感一下，一点就是侧了啊那种啊，所以如果驾惯日系车的朋友们，应该驾上来这辆车有点不习惯，它就是踩了一点点就开始有反应了。我可以讲比较线性的啦，我给1%就给2%、3%，它都懂这样子。这个起步真的是比我想象中顺很多嘞，它不会好像等到那个 clutch 要真的完全去释放的时候才能走这样子，它不是我一踩就好像有点像 AT 那种感觉嘞 ，not bad 的那种，不会太冲的。哇，整个换挡都非常的顺。
在低转的时候的换挡是 OK 的哦，来丽莎是有一点 DCT 的 feel 然后我是非常喜欢这辆车是，只要我在低档的话，它都会显示我现在在哪一号档，比如说现在在2号啊，我都懂哦，所以我是很喜欢这样的车的，给我懂在几号。38%的油门没有嘞，嘿，蛮爽一下哦，这辆车哦，它比我想象中更爽哎。那其实一路来了，我试驾那些韩国车啊，我其实可以跟你讲，韩国车是一个像日本车这样平平无奇，没有什么特点的一辆车。可是这辆车有了这副动力，还有它这个变速箱的话，我感觉到整个特性完全不一样了，就感觉到整辆车好驾很多去。因为 Elantra Sport 哦，它不像普通的 Elantra， 普通 Elantra 可能它的悬吊都没有这样跳，可是这辆车我会明显的感觉到会有一点跳哦，但是它不会跳到来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哦，所以在 Family 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别，是不是？后面是蛮跳的，其实。对，感觉到后面再跳这一点点，对，就是比 Civic FC 来的更跳啊，其实。对，Civic 舒服很多。对，Civic 可以讲是舒服很多，可是你想坐包哦，这辆车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它的包覆性啊。Civic 的话就肩膀那边，我是讲的 SC 啊，因为这个是同一个年代的。FC 的话，那个整个肩膀那边好像少了一些支撑，这样。这辆车 OK， 不会讲太小那张椅子，我是觉得蛮 OK 啦。Engine 那些有什么太大问题吗？没有啊，本来我买的时候也是怕那种 clutch 的问题啊之类的，都已经加了120千，其实除了 Aircon 之外都没有坏过什么东西。Aircon 啊，就是 compressor 啊，compressor 还有它的 cooling coil 会比较多麻烦咯。就已经换了第2次了 cooling coil。这样你换一次这样多少钱啊？会？因为如果你驾这种韩国车，你都会懂外面的那种比较出名那种 service center 啦。对。如果你在Hyundai里面只是 cooling coil 都有2000多。但是如果你会外面的会修韩系车的话，那时候我换 cooling coil compressor 才3000块。所以可以讲你回Hyundai是乘2了。对，我这里身边有一个朋友，其实他是驾Cerato的，所以基本上很多 Kia Hyundai 啊都会找他，他是真的 spare part 跟他的修车方面他都懂，哪里是通病，哪里是问题这样子。比如说这些什么 switch 啊，这些 Windows switch 都是一个通病来的，所有的 Kia 跟 Hyundai 都是会这样的，所以都是可以换，都是有 spare part 不用怕这些。可是如果你说改装上面呢，可能这辆车应该没有太多改装的东西可以给它上掉，是吗？没有这样容易去买啦，是不是？就要买的话，一定要 import from US 咯。So far 我看到的话，对咯，如果比 Civic 还是 Civic 多人玩，所以东西都很多在马来西亚。对啊。如果你想隔音那些啊，跟 Civic 差不多了，真的。只是因为它这辆车不是 CVT， 所以它可能踩油上来的时候，那个声音都不会太大，只是听它引擎的声这样子了。它原装是没有 fix sound 哦，那个假的引擎声带给你。什么都没有。驾驶了这样久了，你都是打95吗？这样子？之前97差几十cent的时候打97了，过后我就打回95了咯。OK。然后你打满是大概多少litre？50litre吧，差不多。哇，也是 OK 啦，这样 standard 咯。这样你可以走大概多少 km？ 负担应该是450到500。City drive 啊 ？City drive 想买 highway 这样啦。算是 City drive 吧，450到500吧。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降档。OK 啦，它比我觉得你知道 Hyundai 有一辆 Veloster 吗？对 ，Veloster Turbo 是吧？我觉得它的那个换挡的那个速度哦，比 Veloster 来的更加机智一点了。因为 Veloster 我感觉到我的 pedal shift 按下去，它可能会只多那个0.2秒到0.5秒，这样子我按下去可以哦。当然，你不要把它想象成这个 Volkswagen 的 DSG 啦 ，DSG 怎样讲都是神话来的，它的换挡真的是闪电4快，这样子也不差，真的 OK 的。所以它的这个 driving mode 哦，它会有除了换挡逻辑啊、动力啊，它的这个方向盘会感觉到会重一点。如果你放 Sport 会比较重一点。试一下哈。对，明显，有明显。他很肯一直要降档给你动力去。哇哦 ，OK 啦 ，at least 他有东西在玩。
Eco 就整辆车油门好像没有力气去这样了。驾了这样久，你觉得它的缺点是什么吗？缺点啊，其实也没有缺点呢。其实卖的时候就会有缺点了。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不会像 Civic 这样。你看到我 Civic， 5年车了啊 ，FC 啊，都可以卖个9万多到10万，真是很夸张啊！那个价钱我看到都摇头。哇，你再补多一点钱买 FE 新车不是更好吗？是不是？对，所以太多人还是喜欢 Civic 那一个方向，因为可能它比较符合年轻人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怎么呢？你看 Civic 它有彩色的荧幕哦，那个整个全液晶仪表盘，而这个 Elantra 就是回到比较原始一点，它中间那个还不是彩色荧幕的嘞。可是对于我这种比较喜欢看传统的这个指针的话呢，我还是喜欢看这个。对对，蛮多人还是喜欢 old school 的这个 analog 的。对 analog 我喜欢，负米的那种，真的少一种感觉。其实一个缺点是它的那个 road noise 是蛮吵一下的。啊，对啊，它的这个胎噪就是跟 Civic 一样的，我可以跟你讲。当你换了这种什么比较次第的轮胎啊，很糟糕一下的。方向盘的这个指向哦，其实是蛮敏感一下的，我摆动一点点哦，就可以随便就是切换车道了的，它是比较真的是比较 sport 一点这样子，切入到 sport 吧 ，compressor off， 我们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哦，这个刹车不错，给到你感觉，这辆车的18年到现在已经走了126千，做个0到100的测试，踩完。我有贴背感，真的有不错。它的这个感觉就是我刚刚一踩到完，它会等一下，它会考虑一个0.5秒这样，然后那个油门反应一来了之后哦，一切5转之后呢，感觉就贴着出去，那个 boost 蛮高一下哈。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个它的 boost 哦，蛮高一下，不止1个8嘞，我觉得。以我这样子感觉到它动力呢，应该有1.2到1.3左右的吧，我不清楚啦。如果有车主在下面给我评论一下，我觉得1.3左右啦，可能，所以蛮高一下哦。Civic 车可能原装才0.8到1.0吧，所以它会给你感觉到动力大，就是因为这样哦。真的后面蛮跳一下，对对对，后面很跳啊。哎，这还比 Civic 跳，真的是 sport 了这样子啊。长途的话，后面会做到很辛苦一下的，而且胎噪又大哦，更加立体哦，对，更加像自己哦。我们试一下140过那个弯可以哦，爽一下哦。OK 啦，对我来讲，以普通车肯定它后面是跳，可是对我这种驾惯了的人呢，我觉得 OK，is OK， 家人都是我啊。160之后那个力还在来，最高极限你去过多少啊？有 top speed 吗？啊 ，top speed， 应该是180、190吧，最高。哦，就没有再踩啊。它的这个降档是很顺的，还有那个我们讲 rev match 啊，降档补油，轻轻踩一个50%油。真的快，真的快，这样子会让我驾得开心嘞。OK 啦，不是讲 Civic 不好驾，它的整个操控啊，动力是很 OK 的。可是就是那个咯 CVT 咯，它的 CVT 会给你觉得，它就算模拟一个7档也好，它给不到你这种换挡的这种乐趣啊。每一粒一粒牙这样子进进去啊，这样子进那种感觉。而 Dry Clutch 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它冷却的比较快的，是真的。它热是没有错，可是当有在撞风的话它其实冷却还是比这个湿式的会快一点。所以有一个到了云顶哦，开眼镜盖。OK。
OK 啦，韩国车，对啦，它也许不是讲最好驾的一个车，因为它不会给你一个印象就是，哇，我很爱上了这辆车，我想要买，它不会这样啦。比较可以算是一个比较性价比高，然后 value for money，然后又 style 看起来很时尚，这个就是韩国车的一个特点，性价比。所以当年它不管是出Forte啊，出这个Cerato的好啊，它的整个配置都是一定是比这个Civic 来的高的。可是就是因为 Civic 动力咯，它赢在了动力。还有就是二手价在这边啊，现实啊，残酷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看了这个 Electra Sport 的视频的朋友们呢，可以多多分享给朋友，看看这辆车，因为这辆车其实马来西亚很少人试驾的哦，真的很少，所以我真的是三生有幸可以受到 Ken 的邀请来试驾他的车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看到这辆车想要买，刚好想要找的话，可以联络 Ken 一下，或者是我哈，OK， 这辆车not bad 嘞，很静一下，眼睛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声。也是问过Hyundai之后，他们其实才卖了差不多100辆，过后就停了了。哦，就没有再带进来了。没有啦，因为哇 ，CKD 100辆卖完就算。所以马来西亚的车主真的是很少哦，还有一辆车也是比较少的 ，Kia 的 Optima GT。啊，是2.0 turbo 的对吗？对，性价比也是超高，因为 D segment 那个价钱你可以买到 Camry Accord， 可是 Optima 有 turbo， 可是这个1.6 200P 204很 OK 了哦。对。可以非常感谢看，我们下个影片再见。OK。我们就等一下冲上云霄 Elantra Sport， 还不快点订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好的，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拜拜。